2月2日，全球最有價值的非上市公司誕生了 ，SpaceX 正式宣布收購 xAI， 合併後的實體估值突破1萬億美元。馬斯克用一場交易，把火箭、衛星互聯網、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捆綁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商業帝國。各位好，歡迎回到美股坐標系。今天我们要討論的核心問題，不是這筆交易本身有多震撼，而是一個被市場嚴重低估的邏輯鏈條。當 SpaceX 和 xAI 在6月左右啟動500億美元規模的 IPO 時，特斯拉的股價會發生什麼？很多分析師認為這是利好，因為馬斯克的其他資產上市會降低特斯拉的估值壓力。但我的結論恰恰相反，這次合併可能引發特斯拉股價在未來6到12個月內的結構性回調，幅度可能達到20%到30%。我們先拆解這筆交易的底層邏輯。SpaceX 收購 xAI， 表面上看是航天公司買 AI 公司，但實質是用 Starlink 的現金流去填補 xAI 每月近10億美元的燒錢窟窿。根據多家財經媒體的報道， xAI 目前處於極度燒錢狀態，訓練 Grok 大模型、建設數據中心、購買英偉達的 H100 芯片，這些都是按月以億為單位的支出。而 xAI 的商業化收入幾乎為0，相比之下 Starlink 已經開始盈利，2024年的營收預計在60到80億美元區間，淨利潤率在15到20%左右。這筆合併的財務邏輯很清晰，用 Starlink 的穩定現金流支撐 xAI 的研發投入，然後打包一個太空 AI 數據中心的未來故事，在二級市場上完成估值的躍升。馬斯克向 FCC 提交的文件顯示，他計劃在軌道上部署多達100萬顆衛星，構建全球規模最大的空間計算基礎設施。但這裡有一個致命的財務悖論，如果 Starlink 的利潤要用來補貼 xAI， 那麼合併後實體的實際盈利能力將遠低於市場預期。假設 Starlink 年利潤10億美元， xAI 年燒錢120億美元，合併後的淨虧損是110億美元。即便給予50倍的 PS 估值，合理估值也只有4000到5000億美元，遠低於官方宣稱的1萬億。除非市場願意相信一個更激進的假設，太空 AI 數據中心在2到3年內能夠實現商業化，並且單位算力成本能夠低於地面數據中心。但這個假設面臨3個無法回避的技術瓶頸。第一，發射成本。即便 Starship 能夠把發射成本降到每公斤100美元，部署100萬顆衛星的總成本仍然在1000億美元量級。第二，散熱問題。太空中確實沒有大氣散熱的限制，但衛星的熱管理系統需要依賴輻射散熱，效率遠低於地面的液冷系統。第三，維護成本。地面數據中心可以隨時更換硬件，但太空中的衛星一旦發射，硬件升級基本不可能，只能等待衛星壽命結束後重新發射。所以，這個1萬億估值的支撐點不是現有的財務數據，而是對未來技術突破的押注。現在我們進入核心問題：當 SpaceX 和 xAI 在6月左右啟動 IPO 時，特斯拉的股價會受到什麼影響？傳統的分析邏輯認為，馬斯克的其他資產上市會分散市場對特斯拉的注意力，降低特斯拉的估值溢價。但這個邏輯太表面了，真正的衝擊來自於股東結構的重構。馬斯克目前持有特斯拉約13%的股份，按照特斯拉目前8000億美元的市值計算，他的持股價值大約1040億美元。但馬斯克同時也是 SpaceX 的最大股東，持股比例約42%。如果 SpaceX 和 xAI 合併後估值1萬億美元，馬斯克在這個實體中的權益價值是4200億美元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當 SpaceX 和 xAI 在二級市場上市後，馬斯克的財富分布會發生劇烈的傾斜，他在 SpaceX 和 xAI 中的權益價值將是特斯拉的4倍，這會引發2個連鎖反應。第一個反應是質押風險，馬斯克曾經多次質押特斯拉股票來為 SpaceX 和 X 融資。如果 SpaceX 和 xAI 上市後，他可以直接質押 SpaceX 和 xAI 的股票獲得流動性，那麼他對特斯拉股票的依賴會大幅下降。市場會擔心他在未來某個時點減持特斯拉股票，用來進一步增持或支持 SpaceX AI。第二個反應是戰略優先級的轉移。馬斯克是一個極度專注的企業家，但他的精力是有限的。過去10年，特斯拉是他財富的核心來源，所以他會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特斯拉的產品和戰略上。
但如果 SpaceX 和 xAI 成為它財富的主要載體，它的時間分配必然會向 SpaceX 和 xAI 傾斜。這不是猜測，而是已經在發生的事實。2024年的時候，馬斯克在 X 和 xAI 上花費的時間已經超過了特斯拉。根據多家媒體的報道，他在 xAI 的孟菲斯數據中心現場指揮，親自參與 Grok 模型的訓練和優化。相比之下，特斯拉的產品發布會和財報會議，他經常遲到或者缺席。當市場意識到馬斯克的核心資產已經從特斯拉轉移到 SpaceX 和 xAI 時，特斯拉的馬斯克溢價會迅速消失。特斯拉過去10年的估值中，至少有30%到40%是來自於馬斯克個人的品牌和執行力。如果這部分溢價被剝離，特斯拉的合理市盈率應該從目前的60倍回落到40倍左右。對應的股價跌幅在30%以上。除了股東結構的衝擊 ，SpaceX、xAI 合併還會在運營層面對特斯拉形成直接的資源競爭。首先是人才競爭，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團隊和 xAI 的大模型團隊在技術戰上有大量重疊，兩者都需要頂尖的機器學習工程師、GPU 集群管理專家以及大規模數據處理的架構師。當 SpaceX xAI 成為一個1萬億美元估值的實體時，它在薪酬和股權激勵上的吸引力會遠超特斯拉。特斯拉的核心 AI 人才會面臨一個簡單的選擇題：是留在一個 1.5 萬億市值的電動車公司，還是加入另一個1萬億美元估值、正在改寫人類太空探索歷史的超級平台？其次是算力競爭，特斯拉的 FSD 訓練需要大量的 GPU 算力。目前，特斯拉在德州和加州都建設了自己的超級計算集群，使用的也是英偉達的 H100 芯片。但 xAI 的 Grok 訓練需求更加龐大。馬斯克在孟菲斯部署的數據中心擁有10萬塊 H100， 未來還計劃擴展到100萬塊 GPU 的規模。當 SpaceX、SAI 和特斯拉同時向英偉達下訂單時，誰會獲得優先供應？答案顯而易見，英偉達會優先服務體量更大、估值更高、戰略價值更明確的客戶。特斯拉在 GPU 採購上的話語權會被大幅削弱。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技術路徑的分化。馬斯克曾經承諾，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技術會和 xAI 的大模型形成協同。Grok 的多模態理解能力可以直接賦能 FSD 的決策系統。但現在 SpaceX、AI 合併後，這種協同的優先級會大幅下降。xAI 的核心戰略是構建太空 AI 數據中心，服務的是全球範圍內的雲計算和大模型推理需求。特斯拉的 FSD 只是這個宏大敘事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應用場景。當 xAI 的研發資源集中在軌道計算、衛星通信以及面向企業客戶的 AI 服務時，它不會再有動力去為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做定制化優化。這會導致特斯拉在自動駕駛技術上的進展速度進一步放緩。過去2年，特斯拉的 FSD 已經從行業領先者變成了追趕者。Waymo 的無人出租車已經在舊金山和鳳凰城大規模商業化運營，而特斯拉的 FSD 仍然停留在 L2 級別，需要駕駛員時刻監督。如果失去了 xAI 的技術支持，特斯拉在自動駕駛領域的競爭力會進一步惡化。現在，我們把所有的邏輯鏈條串聯起來，推演特斯拉股價在未來12個月的可能走勢。第一個關鍵時間節點是 SpaceX xAI 的 IPO 定價。如果 IPO 估值確實達到1萬億美元，並且成功募資500億美元，市場會立刻重新評估馬斯克旗下所有資產的相對價值。特斯拉作為一個傳統的硬件制造企業，其估值邏輯會受到嚴重的挑戰。目前，特斯拉的市盈率在60倍左右，遠高於傳統汽車制造商的10到15倍，甚至高於科技公司的平均水平。這個溢價的核心支撐是2個敘事：第一，特斯拉是能源和交通革命的引領者；第二，馬斯克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。但當 SpaceX xAI 上市後，第一個敘事會被稀釋。太空 AI 數據中心的想象空間遠大於電動車和儲能，市場的風險偏好會迅速轉向 SpaceX xAI。第二個敘事會被削弱。馬斯克的時間和精力分配已經明確向 SpaceX xAI 傾斜。特斯拉不再是它的核心戰場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特斯拉的合理市盈率應該回歸到30到40倍區間，對應的股價在目前基礎上下跌30到40%。第二個關鍵時間節點是特斯拉2026年 Q2 財報發布。如果財報顯示特斯拉的汽車交付量增長乏力
FSD 的商業化進展低於預期，而同期 SpaceXAI 的 IPO 進展順利，市場會加速拋售特斯拉股票。今年如果沒有革命性的新車型推出，交付量增速可能進一步放緩到 5% 以下，這會直接打擊市場對特斯拉長期增長的信心。更危險的是，按最近一個季度算，特斯拉在2025年4季度的整體毛利率略高於 20%， 約為 20.1%。價格戰、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產能利用率下降都在擠壓特斯拉的盈利能力。如果2026年毛利率繼續下滑到 15% 以下，特斯拉的盈利質量會接近傳統車企，估值溢價會徹底消失。第三個關鍵時間節點是美國監管機構對 SpaceX 軌道數據中心計劃的審批結果。如果 FCC 批准了100萬顆衛星的部署計劃，市場會認為太空 AI 數據中心的敘事有了實質性進展，資金會進一步從特斯拉流向 SpaceX SAI 的股票。相反，如果監管機構以頻譜干擾、太空垃圾或者反壟斷為由拒絕批准， SpaceX XAI 的估值會大幅回調，特斯拉可能會因為相對估值優勢而獲得短期反彈，但長期來看，這種反彈是不可持續的。特斯拉的基本面問題不會因為 SpaceX XAI 的挫折而改善。相反，如果 SpaceX XAI 遭遇監管阻力，馬斯克可能會更加激進地推動特斯拉的轉型，比如強行將特斯拉的 AI 團隊和 XAI 合併，或者將特斯拉的數據中心資源轉移給 SpaceX XAI 使用。這些操作會進一步損害特斯拉少數股東的利益，引發治理層面的信任危機。總結一下今天的核心邏輯。SpaceX XAI 的合併不是簡單的業務整合，而是馬斯克財富版圖和戰略重心的徹底轉移。當一個1萬億美元估值的超級實體上市時，特斯拉會從馬斯克帝國的核心資產降級為邊緣配角。這個降級會體現在3個層面：股東結構的衝擊、運營資源的競爭以及估值邏輯的重構。任何一個層面的變化都足以導致特斯拉股價出現巨大幅度回調。如果3個層面同時發酵，跌幅可能超過 40%。對於持有特斯拉股票的投資者來說，現在需要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你買入特斯拉究竟是在投資一個電動車和能源公司，還是在押注馬斯克個人的創新能力？如果是後者，那麼當馬斯克的核心戰場轉移到太空和 AI 時，你的投資邏輯已經失效了。未來6個月，我會持續跟蹤 SpaceX XAI 的 IPO 進展、特斯拉的財報數據以及監管層面的動態。這3條線索會決定特斯拉股價的短期走勢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覺得這期分析有價值，記得點讚訂閱，我們下期見。